郑国公主爱上了我的夫君，找借口屠我满门，将我双亲暴尸荒野。我杀死了公主，剐烂了她的脸，夫君却亲手降下天罚。我被天火灼烧得痛不欲生，恳求夫君停手，他却无动于衷。我万念俱灰，跳入了煮沸的大鼎里，临死前却听见他痛不欲生的呼喊声。可我已经死了啊，你又哭给谁看呢？耳畔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，恭迎仙子历劫归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其实本来可以死个痛快，但是我的夫君不让我这样利落的死。他向皇帝建议，此女乃是魔族，应用天火焚烧以平息神怒。我心如死灰，像狗一样被丢进刑场。郑国公主在屠杀我满门之前，她也是这样忠心耿耿地提前把我打入地牢。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公主屠尽了我满门105口人。我的爹爹和娘亲被车裂，尸身丢在荒野喂狗。我那可怜的哥嫂身首异处，焚烧成灰，还有他们的小婴儿被丢入热锅活活烫死。我在地牢中解开了一个古老魔族的封印，借着魔族的力量才逃过一劫。复仇是我唯一的信念，我把灵魂献给了魔族，他给了我复仇的力量。当我一刀刀剐下公主最珍惜的脸时，我的心中充满了快意，我终于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。夫君左翼抓住了我，他一脸痛惜地对我说，阿武，你不该杀掉他，他一死，天下就乱了。我笑了，笑着流出了眼泪，我的家人全死了，我还要考虑这天下做什么？可是国师左翼爱着他守护的天下苍生啊，和天下苍生比起来，发妻的命又算什么？刑场四面高墙，因为设下禁制，犯人插翅难逃。刑场中央有一口大鼎，里面装满了凉水，一会儿降下天火，就会把大鼎的水煮沸。只有天火熄灭，才代表神灵已经息怒。可一介凡人怎么扛得过天火灼烧？我肯定是要被烧死的。我拍打着厚重的大门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他杀了我全族105口人，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有放过。我只杀他一个，我难道做错了吗？他和我隔了一道门，我知道他听得见，他却根本不回答我。雷声大作，一道天火从天而降，刑场立刻化为烈火地狱。大鼎被烧得通红，里面的水在滋滋地响。顷刻间我化为火人，浑身剧痛。我拼命地拍打着门，师傅，快开门，我求求你，我好痛。我自从嫁给他后，已经许久不曾叫过他师傅。我希望他心软，念一念我们的旧情，但这已然是奢望。被火烧的痛感是人类最极致的疼痛，天火更是比普通烈火疼痛100倍。我的头发被天火烧成了灰，皮肤被烧焦了，鲜血眼泪也流不出来了。我全身痛得犹如被生生剥皮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慢慢爬向那口大鼎，里面的水已经沸腾，我知道自己熬不过去了。我恨他如此绝情，恨自己眼瞎爱了他10年。左翼，他害我全家，完全是因为你啊！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往大鼎里纵身一跃，然后解脱了。在跃入大鼎的那一刻，我的生平如走马灯似的从眼前掠过。7岁那年，我第一次见到左翼，他正在扶桑树上吹一管玉笛，墨发白衣上落了许多扶桑花，远远看去宛若一幅惊世画卷。父亲领着我，让我唤他师傅，可我却呆呆地说，你是仙人吗？为什么这么好看？他被我逗笑了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说，我不是仙人，我是你的师傅，也是国师。阿武，你可愿随我长居此处？师傅说，我们一族是神族血脉，可以镇压魔族，保天下太平。他带着我一起吹笛抚琴，练剑练法，他带着我去汤谷看海，也看昆仑的山花。我和他相守10年，他是我的师傅，也是我的爱人。我嫁给左翼的那一天，父亲高兴地喝了很多的酒，他说我有福气，嫁给了这个天下顶顶好的男儿。宫里的公主爱慕左翼，可他都不肯多瞧他一眼。他故意剪坏他送我的衣裳，打烂他送我的琉璃盏，却哭得比我更委屈。夫君对他很冷淡，他就变本加厉地作妖。直到某一天，他突然觉醒了神力。他说他才是郑国公主，而我们家族是魔族血脉。我全族因为这个谎言惨死。终于一切都结束了。我的灵魂越升越高，
所有的痛感都消失了。刑场的大门猛地破开，一袭白衣的左翼冲进刑场，天火毫不留情地烧在他的身上，他顿时化为火人。他嘶吼一声，劈开大顶，看见我残破的尸身，吐出了大口的鲜血。但是又能怎么样呢？我已经死了，你又假惺惺悲伤给谁看呢？我逐渐远离了这一切，耳畔突然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：恭迎云溪仙子历劫归来。我的神识逐渐清明，映入眼帘的是仙气缭绕的琼楼玉宇和仙子们鲜活的脸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是去下界渡情劫的仙子，整整3生3世，每一世都因为情死得很惨。和我交好的韶月仙子前来迎接我，挽住我的胳膊道：我的好姐姐，你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身旁传来娇笑声，我扭头看见了甘棠仙子，她就是那个郑国公主，她比我早死，所以早一步元神归位。我利落地抽出剑，朝她刺了过去。她挡下我这一剑，脆声笑道：凡人的过往皆是镜花水月一场空，怎么你归位了还纠缠着不放？真的好好笑哦。另外几个仙娥也说道：一切皆是前尘往事，一切皆是为了仙子你渡劫，甘棠公主是为你好啊。就是因为云溪仙子你没有看破，这才渡劫失败，失了道心啊。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句句戳心。是我没有看破，还是你藏了私心，故意到下界害我？放下，那得问问我的剑答不答应。我和他过招，招招直冲要害。甘棠一一挡下，讥讽道：云溪，你打不过我的。韶月仙子挤进我们中间，匆忙拦在我身前，肃然道：公主，云溪刚刚元神归位，还没回过神来，希望你不要怪罪。再者，在天界私自斗殴，天帝会狠狠惩罚的。甘棠嬉皮笑脸道：要罚也罚先动手的人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今天的事就算了。甘棠那边的仙娥暗戳戳说：也是哦，云溪仙子不是那种小气的人吧？他们捂嘴而笑，转身走远了。韶月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咬牙切齿道：甘棠仗着自己是天地之女，就无法无天。她一直爱慕玄羿上神，听说你们下凡间渡劫，她非要闹着下凡，硬生生挤进你们之间，把你搞得家破人亡。整整3生3世啊，太恶毒了。更气人的是，她最后这一世在凡间恢复了部分神识，就假装自己是郑国公主，对你全族下了毒手。她说你丢了道心，我看她才是丢了良心。难怪某一天她在凡间突然拥有了神力，然后蒙骗了所有人，并诬陷我全族。我们又怎么斗得过拥有神力的仙子？我淡淡对韶月说，以前看别的仙子渡劫，都要服用太上老君的药丸，忘却凡尘往事。我还觉得是他们内心不够强大，现在看来是我浅薄了。我早就给你备好了。韶月递给我一颗药丸，我想也不想就把它服下了。这一颗丹药不会让我忘记凡间的事，但是会让我绝情绝爱。再回首和左翼的点点滴滴，我仿佛在看别人的故事，内心已经无波无澜。我的原身是一块玉珏，玄羿上神贴身佩戴了5万年，我沾染了仙气，化形成仙。大家都道我运气好，攀上了天界战神这根高枝，轻轻松松就成仙了。他们都说我长得像西河上神。西河上神乃是玄羿上神的挚爱，在几万年前就已陨落。玄羿上神定是日夜思念他，我有所感应，这才和西河上神长得神似。可我并未沾到相貌的丁点好处，玄羿上神把我扔在了战神殿的某个角落，似乎忘却了我。甘棠仙子老是光临战神殿，今日讨教佛法，明日送来珍宝，后日抱来受伤的异兽。大家都说天帝有意给2人赐婚，甘棠也一副战神殿女主人的模样。某天我在院落中打扫落叶，被他撞见，他盛气凌人地捏着我的脸道：你这个小仙娥长了一张让人生厌的脸。他甩开我的脸，擦了擦手道：长着这样的脸，住在战神身边，实在居心不良。让我划开你的脸皮，看看你原本究竟长什么模样。我只是个灵力微薄的小仙娥，怎么能跟天地之女比？就在他要动手之际，我的腰身被人一带，跌进一个宽广的胸膛里。玄羿上神一身盔甲，泛着血腥气，他刚和魔族打了一仗回来，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。我店里的小仙娥怎么惹了公主殿下？你长他6万岁，他都可以叫你一声太奶奶，
你却在这里欺负小孩子。甘棠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磕磕巴巴道：我只是看他可爱，跟他逗着玩一下。玄义上神冷脸道：下次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。战神殿庙小，公主以后还是少来为妙。甘棠哭着跑了，我这才惊觉自己还在玄义的怀中。他把我扶好，却不看我，只是叹了口气道：几百年了，灵力还是如此微薄，一点也不像。我承认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对他动了心，但我身份低微，不敢奢望什么。他偶尔会来指导我修行，与我有师徒之情。他教了我150年，可我的修为还是长得很慢，实在是对不住他的教导。我亲手缝制了一个平安符，里面放上在天河边捡来的星沙。星沙落在凡间就叫流星，据说会带来好运。我把平安符送给他时，他有些好笑，我们是天上的神仙，要这些平安符做什么？我以为他会拒绝，但他还是收下了平安符，小心地贴身放着。那时候我产生了一丝丝荒谬的幻想，觉得他也是喜欢我的吧。不久后，他又下界打魔族去了，这一去就是100年。再次听说他的消息，是甘棠仙子在哭。他哭着自言自语道：玄义受了重伤，危在旦夕，汤谷的血茱萸才能救他一命。说着，他擦了擦眼泪，往我这边看了一眼。她是公主，消息自然是灵通的。我为了报恩，只身前往汤谷采血茱萸。血茱萸由上古4大凶兽之一的饕餮镇守，我要采到它简直难如登天。我在汤谷守了3天，终于等到饕餮出去觅食的机会。我的手刚碰到血茱萸，还没来得及采摘，突然听见一阵地动山摇的吼声。罡风从后面刮来，我一个闪身逃离了饕餮的巨口。饕餮凶残无比，动作又快又狠，皮肤犹如铠甲般坚硬。我唤出宝剑，对着它刺过去。它不躲不避，一口咬碎了我的宝剑，顺带将我甩飞出去。我重重落在地上，被它一脚踩到背上，这一脚让我感觉内丹都要被踩碎了，我哇哇吐出了几大口鲜血。饕餮看清了我的脸，迟疑了一瞬，脚上的力道松了。就在此时，一个魔族从天而降，他也要采血茱萸。饕餮大怒，和他对打起来。我得一喘息，缓缓爬过去，用沾血的双手采下3朵血茱萸。我的内丹已经碎了，没有血茱萸活不了。我吞下一株血茱萸，感觉到灵力源源不断地汇入内丹。我赶忙打坐调息，修复内丹。不知不觉，魔族和饕餮已经打了1天1夜。最后，魔族终于不敌饕餮，重伤倒在了泥里。而饕餮也没有好多少，歪歪斜斜地走过去，想给他最后一击。我恢复了体力，扛着魔族，飞速地跑了。我把他扔在山洞，塞给他一株血茱萸，这是你的。他浑身血腥，脸上戴着面具，看不清样貌。他勾起嘴角，笑得邪恶。小仙子，你的血茱萸我全要。我护住唯一的血茱萸，想都别想。你就不怕我杀你？他举起手，手臂顿时化为利刃。我踢了他一脚，他立刻软绵绵地倒下了。给你那株血茱萸，是因为饕餮是你打的，我的命是你救的。但你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就别想抢我的东西了。我蹲下来，把荷包里的灵药喂给他吃。他呸呸呸了几下，你给我喂什么？毒药。我恶狠狠捏着他的下巴，把灵药灌进去。我拍拍手掌，给洞门下了个禁制，他恢复体力前，可以防止野兽进来，等他恢复体力，破开禁制易如反掌。我头也不回地往天界赶去。刚到南天门，我就撞见了甘棠仙子。她夺过我手里的血茱萸，对我说：玄义上神在下界战场，没有天地守御，你去不了，我就替你代劳了。说完，她留下浑身是血的我，转身下了天庭。听说玄义上神和魔族那一仗打得异常惨烈，魔尊重伤不治，玄义上神也受了重伤，命悬一线。甘棠仙子用血茱萸救了玄义，在天界传为佳话，整个3界都知道血茱萸有多难获得。光是西和尚神在汤谷下的禁制，就没有几个神仙可以破开，更何况打败饕餮，采得血茱萸。现在大家都在夸甘棠对玄义情深意重呢。韶月仙子对我讲八卦，我疑惑了，我没有感受到有禁制啊。韶月恨铁不成钢地戳了戳我的脑门，
你重点关注偏了。你用命换来的血茱萸，怎么能让甘棠夺走了？那个时候玄义危在旦夕，不是跟甘棠争输赢的时候。他可以早我一步去救他，也就多一分生还的机会。回头我告诉他真相就好了。在玄义归来那天，我混在一群神仙中去迎接他。他披着一身银色盔甲，眉宇间英气十足，而甘棠仙子站在他身侧，峨眉紧守，顾盼生姿。他低头对他说话，他捂着嘴笑靥如花。大家都在夸赞，真一对璧人。天帝一高兴，说甘棠对玄义有救命之恩，直接给两人赐婚了。玄义并未拒绝。我按住自己的胸膛，觉得心有些痛。大抵是受伤的内丹还没完全复原吧。入夜，我收到了玄义上神帝给我的小纸条，约我在水镜台见面。我如约前往，准备告诉他真相，却看见了甘棠仙子。她白日里神仙玉骨，楚楚动人，在夜色中脸上的表情却极为狠厉。看来你还对玄义贼心不死。他已经是我的未婚夫婿，岂是你这种小仙可以消想的？他一步步逼近我，血茱萸的事情，你若闭嘴，我就可饶你一命。不可能。我的手里幻化出一柄宝剑。他见我坚决，突然态度来了个大反转。云溪，我肚子里已经怀了玄义的孩子，不然你以为他为何要同意父皇的赐婚？你不要破坏我们两人的感情了，行不行？你认为仅仅是救命之恩，他就同意了赐婚吗？还不是因为他也喜欢我。他从脖子上扯出一根红绳，上面挂着的正是我做的平安符。他在战场上为了保我太平，送了我这个。虽然是凡人想出的这小玩意儿，但也足见他的心意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我感觉一阵眩晕，胸口翻涌起一股酸楚的气息，连同嘴里也泛着腥甜。他可以无视我的爱意，也可以拒绝我送的东西，但他为何收下它，却又随手把它送给了别人？我狼狈地转过身去，擦掉嘴角的血，后背突然被甘棠击了一掌，我跌进了水镜里。在卷进漩涡的那一刻，我从水里看见了甘棠的脸，那样的冷漠。他在说，要怪就怪你想跟我争他。我没有死，我只是被漩涡卷进了轮回里。这是我该渡的劫。只是我没料到，玄义不知何时也下凡来，跟我纠缠了三生三世。这3世我被伤得体无完肤，一次次被抛弃，一次次惨死。待3世过去，我元神归位，得到的结果却是渡劫飞升失败。我没有再回战神殿，而是在韶月当差的月老府邸随便找了一间房安顿下来。回到房间，我调息打坐，元神中一团黑黑的气息缓慢升起，混沌的黑气从我体内溢出，逐渐凝聚成人形，像是穿着一件拖尾长袍的男子。他漂浮在半空中，声音浑厚而低沉，看见我，你怎么不高兴？他是我在凡间招惹的魔。左翼把我关在地牢的时候，我意外发现了一处地宫，里面封存着一只古老的魔族，它虽然魂魄不全，但依然强大。我用自己的神族血脉解开了它的封印，用自己的血肉滋养它，并献上自己的灵魂，它给了我诛杀公主的力量。左翼虽然残忍，却没有说错，我确实入了魔。我以为自己死了，恶魔就会离开，没想到他还在我的元神里。你为什么还不走？这里是天宫，你不怕吗？他得意地飘来飘去，我为什么要怕？你可是把灵魂献给了我的，就算是变成了神仙，你也一样是我的。我一掌劈了过去，他被我劈散成黑雾，又在另外一边凝聚起来。小东西，你可别想用完就把我丢了。他威胁我道，我和你已经共生共存了，你最好藏仔细了，别让其他神仙发现你入魔了，否则你也是死路一条。他诱惑着我，你如果不喜欢那个甘棠，我可以替你再次做掉它，就和凡间时一样，只要你能给我想要的东西做交易。可我已经没有什么能给他了。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劫根本没有渡完。阿武死后，左翼被天火烧到重伤，掉了半条命。他后来杀了皇帝，颠覆了皇室，屠尽了杀害阿武家人的凶手。最后他也油尽灯枯，抱着阿武的血衣吐血而亡。玄义元神归位那天，甘棠仙子亲自去迎接，但据说他冷着脸甩开甘棠仙子的手，直接去了凌霄宝殿，跪在大殿上求退婚。天帝被气得不行，
甘棠仙子哭了好几回，众神纷纷给玄义打圆场，但他长跪不起，坚决要退婚。天帝干脆不理睬他，他就在大殿上跪了3天。只有天后为玄义说话，战神为天界立下大功，不应为了甘棠寒了战神和10万神将的心。再说强扭的瓜不甜，战神既然不愿娶甘棠，也不宜强求。甘棠不是天后所出，是天帝年轻时做了荒唐事生出的私生女。天帝觉得对不起甘棠的母亲，于是对甘棠一味纵容。天帝终于答应了退婚，但惩罚了玄义，具体怎么罚的，我们小仙小事就不得而知了。我正在打扫月老的院落，玄义来了。比起在凡间时的素雅，玄义上神更添了几分英武贵气，身穿赤金色绣五彩鸟锦袍，末发上别了根翎羽，在院中一站，把那院落中开得如火如荼的凤凰花都给比了下去。只是他的眼神里没有光，不似从前那般神采飞扬。他径直走到我的面前，像凡间时一样，自然而然地撩起我眼前的刘海。云溪，我回来后一直在找你。我立刻退了8丈远，拿着扫帚恭敬却疏离地说道：上神和我身份有别，还请上神自重。他的目光却紧紧贴在我身上。我知道你恼我，但凡间的事都过去了，你不要再气我了，跟我回去行不行？我平静地抬起头，不卑不亢道：在凡间时，阿武是恨着左翼的，但我不是阿武，你也不是左翼，我们互不相干，何谈怨恨？他沉声说：在天界，我与你有师徒之意，你不该如此绝情。我随手拈了朵花，淡淡道：早在100年前，我已经用那朵血茱萸还清了。他有些吃惊，血茱萸是你采摘的？可明明是……你觉得我灵力低微，采不到那朵血茱萸是吗？我为了采那朵血茱萸，内丹都被踩破了。甘棠抢走血茱萸，替我救下了你。我那天准备告诉你真相，却被甘棠一掌打到水镜里，落入了轮回。我想这些苦头够还你的债了吧？在凡间是因为你，我家破人亡，凄惨死去。在天界，我不想再沾惹你了，行不行？还请上神放我一条生路。他的眼底有深不见底的情绪涌动，似乎是动怒了。他举起手，我以为他要打我，往后缩了缩，可下一瞬他拥我入怀，力道大的我挣脱不开，似乎想将我揉入他的骨血之中。云溪，我不知道，是我错了，你不要这样对我，好不好？他堂堂上神，也有低声下气求人的一天。还记得在凡间，我匍匐在他脚边，也是这样求他：夫君，求求你不要用天火烧我，让我能有个全尸，好不好？他抽走了脚，决然地对我说：痴心妄想。现在我把这句话还给他，我说：玄义，你痴心妄想。他的双眼微红，指尖颤抖着，脸色一寸寸苍白起来。他失魂落魄地放开了我，缓缓地走出了院落。月老府是消息何等灵通的地方，有小仙娥看见玄义跟我拉扯，外面开始流传谣言。我走在路上，看见很多仙子对我指指点点，他们在说玄义上神就是为了他才不娶甘棠公主的。这朵白莲花真的好手段，勾引上神，真下贱，不知羞耻。我假装听不见，加快了脚步。甘棠宫里的一群仙娥先是拦住了我，他们一脸正义地对我说：你仗着自己长得像西河上神，拿捏玄义上神，戳散了公主的婚约。真的笑死了，你不过是个替身，高冷个什么劲儿呢？有人薅住我的头发，在我耳边说：有些坏胚子在凡间跟魔族勾结，当了神仙也一样下贱。我怒了，反薅住他的头发，疯狂抽他耳光。你再说一遍。仙子们一窝蜂地抓住我的头发和四肢，他们按压住我的天灵穴，让我完全使不出灵力。甘棠公主心善，不跟坏胚子计较，我们可不能看着她受委屈。他们把我押上了诛仙台。诛仙台是盘古天尊所建，崖下剑气缭绕，力气丰沛，神仙法术完全无法施展，掉下去会被剑气所斩，神形俱灭。他们料定死一个小小仙娥，在天界无伤大雅，甘棠公主哭2声，天地就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我拼命地挣扎，但是无济于事。我的头悬在诛仙台外，只要一松手就掉下去了。我的内丹在颤抖，灵魂在咆哮。
我感受到体内那个魔族在左突右撞，我快要控制不住他的力量。他在对我说：“你还在忍什么？快把我放出来！今日我要血洗诛仙台。”放心，他们一个都活不了，没人会知道。我的身体又往外面落了几分，回望那些仙子们，他们没有丝毫愧疚，脸上都是惩奸除恶的快意表情。那就不忍了吧。我闭上眼睛，释放了魔族。诛仙台上传来仙子们惊恐的呼救声，但那又有什么用呢？魔族大开杀戒，一把抓起仙子们，丢下了诛仙台。剑气斩得他们连一缕灰都不会留下。魔族把最后一个仙子丢下诛仙台后，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。天界的仙子真的不顶事，比神兵可差远了。在天界，我能杀光所有的仙子。正说着，诛仙台下来人了。魔族听见响动，一溜烟藏进了我的元魂里。几个身穿盔甲的天兵持戈包围了我。我认出了他们是战神旗下的士兵。我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他们在这里多久了？是不是把刚才的事情全都看在眼里？可他们如果知道有魔族在，为何不出手救那些仙子？云溪仙子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为首的人说。我被带到了战神殿，玄逸正在等我。他抓住我的手，一脸关切地问：怎么样，有没有受伤？我冷漠地甩开他的手：你一直在派人监视我。他沉默不语，递给我一杯热茶。我反手将茶杯摔得粉碎。我被仙子们辱骂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我被他们押上诛仙台，要丢下去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等我杀尽仙子，你再喊你的天兵出来抓我。你想干什么？他轻抚了一下衣袖上的水渍，淡淡道：你没有杀仙子，杀他们的是魔族。天界混进一只魔族，很危险，你留在我身边，哪里也不要去了。我不再说话，他果然什么都知道了。在凡间，他知道我入魔，铁面无私地用天火烧我。在天庭，他知道我入魔，他又会用怎样残忍的方式来杀我。想到这里，我的手在袖口忍不住地站立。他一步步逼近我，我往后倒退，直到退无可退，我的后背抵到了墙壁。他用双手困住我，低下头，声音阴哑：你很怕我？我仰起头，斩钉截铁地说：是。他猛地吻住了我的唇，犹如狂风过境，霸道肆虐。在凡间，他吻我的时候总是温柔缠绵的，可是现在他弄疼了我，我像一只狂风中颠簸的小船，几乎要散架了。我狠狠地咬了他一口，血腥气弥漫在我们口唇之间。他依然不饶过我，我在他胸口打了一掌，强行将我们分开。他的嘴唇因为鲜血而变得艳红，胸口因为受伤而有些喘息。留在这里，不准出去。他丢下这句话就走了。我被他软禁了。他允许我出入别院，但不可以走出院子，院门口有神兵把守。他送给我各种漂亮衣服和世间珍奇，还有灵丹妙药，但我从来不要。有一日，他亲自送来一只布娃娃，他看起来心情不错，眼睛里有戚戚的光。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只布娃娃，是我在凡间最喜爱的物件。阿娘亲自给我做了娃娃，她的身上还缝着阿娘给我求的平安符。她说这个娃娃守护着我，我就不会害怕了。当初离开阿娘，我就靠着那只娃娃度过无数个想家的夜晚。但这只娃娃不是阿娘做的那一只，她只是按照原样命人仿制了一只。她把娃娃塞到我手里，这个东西你总该喜欢了吧？在她期盼的眼神中，我把娃娃丢进了落叶垃圾里。假的就是假的，变不成真的。感情也是。她被气笑了，你说我对你的感情是假的。我冷冰冰在她心中戳刀子，我对你的感情是假的。她如遭雷击，愣怔了片刻，摔门离开。韶月得了允许来看我，一进门她就急匆匆说，外面都在传你杀了甘棠仙子的10多个仙子，入了魔道。玄逸仙君把此事按压下来，不准乱传。但是甘棠红着眼睛，非要天帝诛杀你。玄逸仙君宁死不从，在和天帝僵持着呢。玄逸仙君不找出那个魔族，为你洗脱冤情，只怕你都只能躲在这里。原来如此。在凡间，甘棠害得我家族覆灭，在天界，他又想用同一招，让我神形俱灭。那就让凡间和天界的债一起算吧。
韶月走后，魔族出现了。不甘心，对不对？想杀了他们是不是？不要指望玄逸，你忘了吗？在凡间，他最后还是抛弃了你。不管是在凡间还是在天上，最后你可以依靠的都只有我。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另一半元魂在哪里了。你去解开他的封印，只要我元神归位，就帮你屠尽这帮无耻的仙人。我叹道，但是我逃不出去的，我打不过门口的天兵。魔族在我耳边狞笑着，谁让你打天兵了？你唯一能伤害的人只有你自己。我在院子里自枪了。玄逸知道此事，跌跌撞撞地跑进来，被石头绊了一跤，摔倒在地。他爬到我身边，看见我胸口一个大洞，正在源源不断地往外冒血，隐隐可见破裂的内丹。他抓住我的手，雄浑的灵力源源不断地流进我的身体，护住我的内丹。他的脸色是从未有过的苍白，眼角隐约有泪光。云溪，活下去，我不许你死，你快点醒醒。我的身体犹如一块海绵，饥渴地吸纳他的灵力，但他毫无知觉。待我吸够了灵力，趁着他心神大乱，猛地给了他软肋一击。他对我毫无防备，被我这一掌打得口吐鲜血。我用短刀抵住他的死穴，拖着他出了院门。那些神兵天将碍于我手里有战神，不敢贸然行动。玄逸被我拖着往后走，依然厉声命令道：都退后，不准伤他。魔族在我耳边轻声笑：小东西，你做得很好。我带着玄逸一路撤退，直到看见了一处被下了禁制的院落。我一脚踢开了院门，因为带着战神，所以毫无阻碍地进入了院子里。玄逸大惊：云溪，你不要进去。我把他一推，推进了落灰的殿堂里。大殿中央有一个巨型的香炉，炉子里可见浓浓烈焰。炉子四周布下结界，红色的雷电拉丝一样围绕在炉子周围。魔族出来了，他杀气腾腾道：好狠的仙人，把我的元魂放在炉子里煎熬了100年。小东西，快去解开封印。玄逸受了重伤，又被我下了禁制，动弹不得。他的脸扑在了灰里，狼狈无比。他大喝道：云溪，你别听他的，把他放了出来，会酿成大错。我没有回头，径直走到了香炉旁边。雷电让我无法靠近他。我咬开舌尖，在宝剑上抹上我的心头血，念动咒语，一剑劈在香炉上。外面雷声大作，黑云压境，锣鼓震天。玄逸脸色是前所未有的灰白，他突然爆发了力量，挣开我的禁制，一把扑向了我。他把我扑倒在地，但是已经晚了，香炉迸裂开，里面的魔族元魂飞了出来。两半元魂交缠融合，天崩地裂，整个大殿都垮塌了。玄逸护我在身下，只听见闷哼一声，大殿的柱子砸在了他的背上。他又吐出几口血来。魔族恢复了力量，化出了实体。他身高8尺，浑身裹在漆黑的袍子里，袍子飘渺如烟。天空中，甘棠带着天地亲兵来了，黑压压地围住我们。魔族大笑道：你们这些卑鄙的神仙，用无耻的计策伤老子，杀不死老子就劈开我的元魂封印起来。没想到老子还有翻身的一天，今天我就要血洗天界。我知道魔族的力量强大，但没想到他那么厉害。天地亲兵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死的死，伤的伤。甘棠在远处架起盘古弓，想要在魔族背后放冷箭，那是上古神器，被弓箭射中，不死也残。我从玄逸的怀中爬起来，玄逸拉住我的裙摆：不要去，云溪，不要去。我踢开了他的手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甘棠蓄满神力，拉动盘古弓，箭在弦上，箭头缭绕着金色的远古神力。我飞过去，一脚踢在盘古弓上，让箭失了准头。你找死！甘棠青筋暴现，面露狰狞之色。他举起剑朝我刺来，我迎上去，用不要命的打法跟他缠斗。他砍伤了我的肩膀，可我下一秒刺中了他的大腿。他戳穿了我的手掌，但我砍断了他的手臂。他没有料到我这个小仙娥居然可以伤他。他的脸上第一次露出惊恐的表情。而我吸了战神灵力，越战越猛，直到天地突然出现，冷不丁给了我穿心一剑。我盯着胸口穿出来的金色光芒，顿时浑身的力气在一瞬间都流失了。云溪，
我同时听见了2个振聋发聩的声音。我从云头跌落，掉进了一个柔软的怀抱里，是魔族。我颤巍巍地举起手指，我想到了，我用自己的命跟你交换，我要他们死。好。他轻轻把我放在地上，他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气，甘棠想要再用盘古弓射他，却发现他已经窜到了他的跟前。他的手打穿了他的身体，血淋淋的手掏出了他的内丹。甘棠仙子面如土色，惨叫道：不，求你！他还未说完，内丹就被魔族捏碎了。内丹消失的一瞬，甘棠变成了一尾锦鲤，干巴巴地躺在地上。魔族冲向天帝，亲兵慌忙抵挡，但人数越来越少。天帝暴怒：战神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让你的神兵来啊！玄烨抹了抹嘴边鲜血，抬头看着天空。天后带着战神的神兵降落在云头。天帝看见救兵，松了一口气。天后落到天帝身边：陛下请看。他从袖口拿出一柄神器，戳进了天帝的天庭，用力一弯，弯出一颗内丹来。天后笑盈盈拿着内丹道：可算是找到了。在场的神兵们都很默契地杀死了天帝的亲兵。天帝不可思议地看着天后：你大胆！天后细长的指甲一点点陷入内丹里，玩味地说道：10万年前我嫁给你时，羲和曾对我说过，我本是女帝命，为何屈身于你？我那时候被爱情蒙蔽双眼，助你登基。但是这些年你干了什么？你不问政务，到处留情，四海八荒都是你的野种。你还带着一个野种回来，在我面前作威作福。我不想忍，也不能忍了。这个地位你该还给我了。天帝还想争辩什么，内丹却被天后掌中的火顷刻间毁灭。他变成了一头黑色的蛟龙，倒在尘埃中，最后躯体一点点缩小，变成了一尾黑蛇。玄烨一直冷眼看着这场变故，没有任何的表情。我这才后知后觉，刚才他假装被俘，是在配合我演戏呢。他一早就和天后串通，要助天后夺取帝位。玄烨擦干嘴角的鲜血，站了起来。天后道：这个魔族杀了吧。至于云溪，我答应过留他一命，自会守信。神兵齐刷刷把兵器指向了魔族。魔族笑嘻嘻说：这么多神兵对付我一个，也不怕别人笑话吗？玄烨冷脸道：谁会知道？魔族自知打不过，从地面上捞起我就跑。身后传来玄烨的暴喝：你放开他！魔族一路风驰电掣，我本就受了重伤，命不久矣，在他怀里快要颠吐了。流矢朝我们密集地射过来，我听见血肉被箭矢贯穿的声音。你是不是要死了？我问。他气急败坏道：放屁，老子命硬得很，你死了我都不会死。我把脸埋进他的怀里，嗅到了血腥之气，闷闷地说：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他想到了什么，说：你也不准死，你的命是我的。前有埋伏，后有追兵，他带着我落到了诛仙台上。他的后背上插了好几根箭矢，放血槽让鲜血哗啦啦往外流。黑压压的天兵天将把我们包围了，玄烨和天后站在云头上，俯视着我们。玄烨沉着地说：把云溪放开。我在魔族耳边说：你挟持我，让玄烨放你一马。他咬牙道：你看老子是这样的魔鬼吗？他放肆地笑道：小东西跟着你受了那么多苦，你还要他留在天界？你们这些仙人所谓的大仁大义大道都是放屁，连自己心爱的人都守护不住，还指望着守护天下。玄烨的嘴角在抽搐，他周身灵气环绕，幻化出一片片银色盔甲。战神长刀出现在手里，他从云头跃下，杀气震天。魔族哈哈大笑：老子早就想杀你了，你杀死老夫的仇，今天一起算。魔族和战神斗得惊天动地，我瞧着他的样子眼熟，突然想起在汤谷采血茱萸的那个魔族，原来是他啊！可玄烨到底是战神，而魔族又早已受伤，动作稍微露出破绽，就被玄烨打到筋骨断裂。眼看着玄烨一刀戳进魔族的腹部，再轻轻一挑，魔族高高飞起，往诛仙台下坠去。可魔族也留着后手，他让玄烨刺进那一刀的时候，给他下了一个咒。我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个箭步朝魔族冲过去，想拉住他，没曾想我也随着他落下了诛仙台。
云溪。玄逸趴在诛仙台边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吼声。他想抓住我，但是只抓住了我的几片衣角。我仰面看了他最后一眼，说再也不见。铺天盖地的剑气，魔族把我死死抱在了怀里。云溪，你怕不怕死？老子狂妄一声，没想到要死在诛仙台了。云溪，我不叫魔族，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后清。原来是后清。老魔尊死后，后清是新的魔尊。我们在飞速的下坠，流云在我们身边飞快掠过，剑气全部斩在了他的身上。他的身形迅速在消散，渐渐地护不住我，最后剑气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本以为我的泪腺早已干涸，但此刻我的双眼流出了滚烫的热泪。前所未有的澎湃力量在突起，在涌动，像是藏了有5万年之久。我的内丹破了，但里面却出现了一颗崭新的、拥有无穷能量的内丹。我的身体被剑气劈成了碎片，可碎片又渐渐地合拢，重新组成人形。待我落在芳草如茵的凡间时，我已经完成了这一次的渡劫。没曾想，这个劫难我渡了5万年。我睁开眼，双目中满是流转的光华，元神金光灿灿。我的额头上开出了一朵漂亮的扶桑花。我是上古神奇西河。我蹲下来，捡到了一只小小的荷包。那是我在山洞中装灵药的荷包，仓促之间掉落了，没想到被后清捡到了。心中竟然觉得有些痛。我决定不回天庭了，那里又高又冷，不适合我。我化成普通凡人，独自行走在四海八荒，看人间风景。就这样过了几百年。有一日，我坐在马车中赶路，突然来了敌国残兵，把我们这群人团团围住。我叹口气，正想教训一下残兵，不曾响一声呼啸声，山林中来了一群士兵，3两下就收服了敌国残兵。和我全在一起的妹子小声对我说，是镇北王来了，他年少有为，屡战奇功，听说长得非常俊美，上战场时必须要戴上鬼面具，免得动摇军心呢。我只觉得好笑，认为他夸大其词。马车的帘子被人撩了起来，一个颀长的身影出现在车外，他戴着一张狰狞的鬼面具。我觉得这副面具似曾相识。他抓住我的胳膊，把我轻轻一带，拉上了他的骏马。我一把扯下了他的面具，想教训他一下。顿时一张俊美无双的脸映入我的眼帘。我在大荒中游荡，见过许多神、妖、人，但从未见过长得如此俊逸的脸。他的眉峰是凝聚的山，他的眼波是流动的水，这眉眼盈盈才是最和谐的美。他见我看呆了，微微一笑，附耳过来。云溪，我回来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